这个如果您说是个人的这个风格可能会影响，当然会影响他在这个政坛的地位。那另外一个角色就是他可能带动了整个政党的未来兴衰哦，就是不能不提到柯文哲。这个民众党的支持度，如果从这个老师基金会做的调查里面显示，从年初剧烈流失了44%啊，但是说不准到底是谁是受惠者。您认为这个流向可能往哪里去流动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讲起来说来话长，不过简单化去讲，我觉得民众党是一个受了伤的政党从年初到现在，陈如你刚刚所指出来的它流失了44%的这个支持者，那这个是很重的一个创伤。那流失的人大概主要不是绿的，就是以绿就是说浅绿为主的，另外就是还有一些蓝的，流失的蓝的当然就是回归到国民党了，流失的绿的也可能回到民进党，但也可能就变成independent voters，也就是独立选民、中性选民，可能又再次回到政治冷漠者的那个冷漠的可能性也有但是他呢，就是说他就不支持任何一个政党。短期内，所以你会呈现出这些变化。我觉得，这一段时间的这种演变，其实不单单是因为柯文哲的因素的冲击，因为我也很仔细的去观察，柯文哲是8月底开始，事实上他是8月9号开始好了，开始这个账出状况，对不对？然后他们看压不住了，就开记者会，然后就整个那一阵子，民众党就在全民的这个眼光下面，他们在把他们家里的丑事抖出来，那就很多账对不拢可是这更大的冲击是金华城案，对，那所以一直到8月底，他们这个检方开始搜索殷小薇这个沈庆京，然后最后这个去搜索民众党跟柯文哲家里，那就是大动作了啦。到9月5号收押禁见，这个本身的冲击当然是大到你没办法想象。可是很特别的是说，他在8月、9月到10月的这个民众党的支持度是下降了1.2个百分点。这个它有下，但有上来一点，所以柯案本身竟然对于民众党的支持度的冲击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这是为什么呢？那其中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说，民众党支持者经过天人交战之后，他可能觉得柯文哲根本就是无辜的嘛，被冤枉的嘛，所以他们没走这个不离不弃不过就12个百分点，这个在接连重创底下，它也跌到谷底了。未来能不能再上来？我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老师意思就是说，民众党经历从年初到现在一连串这么多的风暴，年初的时候当然是剧烈的选举结果一结束，剧烈的暴跌44%。可是当媒体或者说这个各界铺天盖地在看金华城案或者看柯的政治献金案的时候，反而在这段期间，他的民调只有小幅滑落1.2。所以老师您刚刚说，虽然现在民众党支持度剩下12.6%，看起来这个不是太多，但是我可不可以把它理解为说，它就是民众党的铁板？接下来可能不管柯文哲有罪没罪，出来没出来，大概都维持是这样的状况。我觉得这是保底，这是很好的假设。是不是就不管什么事情发生都会维持在12？我也不敢这样讲不过也不无可能。为什么呢？就是说，我总觉得关键还是在柯文哲。柯文哲本身，他到最后，如果现在就是继续压嘛，继续压，当然会民众党支持者会比较悲愤但是真正关键点是在于这个案情的演变。如果检方找到证据，然后说又涉及贪渎，确切的证据，金流已经被这个找出来，这个都出来了，
然后他面临重罪的宣判，那是一种情况，那就是可能就死无葬身之地了，政治生命就结束了。可是如果万一他没有，或者是检方查不出来，如果他并没有贪污，或者是检方明知道他有贪污，但是找不到罪状，那你没办法定他罪啊，你只能够说他图利啊，那图利是高度争议性的，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所以只要他在贪渎这一个问题上面，这罪名没办法确立这种情况底下，那他就会立于不败之地。但是事情会怎么演变，我们现在坦白讲也不知道。对，所以确实很多人觉得说他最后一个这个保命符就是有图利但是没贪污，听起来就只是一个这个不够精明的市长，或者说他这个被蒙骗，还有这种转圜的解释空间，还有就根本就是政治追杀。对，如果再更极端一点，可能会那样解释。只要他没有办法被这个宣告贪污这一部分没有成立的话，看起来民众党还会有这个很多的解读的空间。但也有人认为说，现在在这个时间点看，如果是已经在这个时间点觉得2026跟2028民众党的发展态势似乎已经可以看得到未来。老师，你觉得现在讲这个是不是还太早？因为毕竟刚刚我们谈的不管图利啊、贪污啊，都还没有结果嘛。太早，我觉得都2026离现在还很远嘛，22更不要讲2028。那我觉得这个目前最关键的还是这个案情的演变而且可能还不止一个案子。检方这个手上还有几个柯文哲前市长的案子，不是他身为民众党主席或总统候选人的问题，而是前市长任内的一些案子。那检方其实真正他的重点就不外就是图利还是小事啦，真正要抓的就是说有没有贪渎啦。那这中间他们这个也都在追查。那所以我觉得就这个事情，你说什么时候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结束？很简单嘛，就是检察官起诉，起诉之后到一审，这个时间有多长？我看大概检察官起诉之后半年，3个月到半年大概就是那个时间嘛，那个时间大概就是明年嘛，明年，明年中那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关键时刻。如果那个时候这个检方起诉了，然后而且又抖出什么重大的证据，然后柯文哲又没办法在法庭上面这个做出有力的这个回应关键的证人，对那能够证明检方是胡搞的。那 anyway， 如果说法庭到最后一审其实是很重要，这个我们是3审定验啦，可是1审是非常重要。1审如果说有罪那这个就是天垮下来那样的一个状况。那如果照这个趋势因为过去台湾其实也有好几个第三势力政党了，比如说台联，比如说亲民党，但对照他们目前的发展，您认为民众党会重蹈覆辙，会走向那样子的路吗？佩君，你现在讲的这一个正好是我今年年初我4月13号，其实我还记得。民众党邀请我去他们的共识营演讲，那时候我给的一个演讲是台湾政党政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兼论民众党的这个未来走向。里面我的确我当然有称赞民众党的部分，那也提醒他们一点，就是台湾过去30年。似乎存在着一个魔咒，这个魔咒就是3届立委魔咒，没有任何第3党能够撑得过3届立委选举，那我举的例子包括新党，包括这个台联、亲民党然后包括时代力量，很奇怪，每一个都符合。
都经历不过3届。那时候坦白讲，今年4月的时候，民众党的气势这个引用当年这个国民党喜欢讲功的这个话来讲，就是说这个当时的气势是革命大业方起，日新月盛啊，那个一股气势是这样往上的啊。你根本没办法预期说这么短时间里面它会遭遇这么大的这种重击创伤嘛。但是呢，现在的确就碰到这个事情了，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会发生这些事情啊，对不对？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不过我还是要讲，这个故事还没有完结篇啊，这个故事还在发展当中啊。不过有时候我在想，柯文哲市长如果觉得他是无辜的，我觉得他目前的这些动作看起来是非常反传统的。如果有一个政治人物，他被指控他是收贿，而且已经社会千夫所指，快无疾而终了，然后他是非常清楚自己根本都没有拿钱，事实上在社会里面也有一些人是相信柯文哲不会是那种人，包括他的同学在内。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柯医师柯批对这个检方目前的办案这样的一种铺天盖地而来的这样的一种指责，他所做出的回应是会不会太温和？也许跟前人的或者跟一般的大众的设想不一样，搞不好可以制造另外一个反差。我个人的推测是，我觉得在这个你跟他也相处过嘛？对，我认为侦结之后，他可能动作会稍微大一点，因为也许在这段时间也有一个说法，就说这个让检察官，我就看你能查多少，就到时候查不出来，这压力会全部在这段时间，压力都会在检察官身上。也许这个聪明过人的柯文哲有他自己的另外一套战略。也许